对吧？开始，来，好，今天这么热的天气，我们介绍一支 CP 值非常高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去年就拍过了，对，香园的香园，我们去年有拍了一个小特辑，叫阿文图斯，对阿文图斯，致敬阿文图斯，其中介绍了这一支香园，对不对？香园那个时候是 EDP 版本，就是淡香精版本，是，而且我说那个香园是所有比较下来后调是这4支里面我最喜欢的，然后重点是它的 CP 值又非常高，没错，对，没错，它还是香精等级的新精油，淡香精等级，淡香精等级，对，那。就在我们去年拍的时候，它出了香精等级哦，这是香精等级新的，哇 ，intense 的就对了，对，增强版。好，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味道啦，比起那个当时介绍的，我觉得这个是后调是更有特色，层次感更好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那个时候还是单香精哦，现在是香精哦。对对对。这一次来看看它这个增强版是强在哪里？一样哈，它有一个简易的外出袋，这边就写了 extra in perfume， 对，然后 intense， 好，然后之前旧的版本我没有记错是用转的，它有一个牙哦，但是这次这次呢？哦，可以，所以你不要以为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哦，没有，因为其实每一个品牌在某一个阶段，它就想要做一些设计上的改变、包装上的调整，这个都是实属正常的，所以因为不要觉得很奇怪。我们刚抽到的时候，我跟他原来版本一样这边转，然后结果怎么转了半天，转一下就开了。对，还好我就哦，原来是磁吸了，磁吸式的提升，已经换磁吸了。好，那旧款的是转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旧款是转的，不要硬拔哈，因为那拔不开的。对，那我记得他们现在开始没有封膜了啦。对对不对？没有封膜了。对，好，所以你要特别留意，现在欧洲国家对于塑胶使用其实是越来越环保。对 ，reduce 减少啦。而且它的环保不限于口号，已经开始进入到你的生活了。是生活。我想他们的脚步是比我们更快了。当然，不然怎么哪里来的巴黎协议，对不对？虽然美国拒签 ，OK， 俄罗斯拒签，谢谢。好，下次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一等业大国全部拒签啊，是对，但是欧洲人还是走得非常前面，他们要知道，其实地球已经生病了，你再不环保下去，我们的子侄辈能够面对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。是。好，回到香水，来香园香精版。对，我要讲一下，现在这个用料哈，真的材料都越来越贵呢。这个我不骗你啊！你知道你现在吃一餐多少钱啊？问你不准，你这个活在天上的。为什么问我又不准了？你以前一餐吃200块，现在都吃到多少？我没有吃200块的，对。不然呢？你都吃300，对不对？好，对。我以前呢，我在今年5月之前，我都还可以一餐控制在100之内。我现在随便叫3样东西吃一餐都是130左右，像我早上，而且我中午吃个米粉汤、油豆腐，然后地瓜叶，你知道地瓜叶烫青菜以前30块对不对？今天我们买的时候是50块，有没有搞错？这个随便就125了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很多通货膨胀，我们民生的东西真的都通货膨胀哦，所以你的原料其实也一直在通货膨胀中。这个是目前能源也越来越贵哈，是啊，能源也越来越贵。对，所以现在你知道英国有的那个留学生去读书啊，不敢点灯啊，因为电太贵啊，他们改用点蜡烛。你看又回到了远古时代了，凿壁借光，凿壁借光哈。好，来回到香水，来，哎呦，你看一下它这个喷雾，非常细致，哇。它这一支就是这个香柠檬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带着柠檬皮，但是它的柠檬皮是干微甜、微酸，不苦，真的是很舒服
我觉得这一版确实一喷就比去年我们介绍这一支香橼再更赞。对，我觉得大概又拉高了一个档次。然后，我想观众最想知道的就是这2个版本差异大不大？我可以直接跟你讲，很大。如果你已经有 EDP 版本了，对，跟这个所谓的香精版，对，我可以老实说，他们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东西。对。那你觉得差在哪里？就它的果香没有这么的重了，反而加进了所谓的木质调木质调。这一支吗 ？Intense 吗？对。因为我礼拜6才喷，所以其实，因为我礼拜6把2个版本其实已经喷过了。那你应该这次一起带来才对啊。没有那个喷完我就送人了，对，因为 EDP 的版本要留给他，对 ，OK， 就是。你懂什么叫狸猫换太子吗？就是那个旧的版本拿走，新的版本放上去，其实只差几个字，不容易被完全新的，对，OK， 好，那这一支你来帮我们讲一下这个前调，目前怎么呈现？其实木质味还蛮重的，就是它虽然一开始出来是那个传统的香柠檬的果香，就是那个柑橘调跟柠檬，然后但是你还是可以闻到一点点黑醋栗跟辛香料，那个我们介绍一下，来，你看，马上就不一样了。好，来，一开头是西西里岛柑橘，西西里岛当然就是在意大利了，意大利，这是它的特产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黑醋栗、辛香料，中调是皮革、柬埔寨沉香，沉香事实上就是乌木啊，对。但是这个很轻，白檀木、广藿香、茉莉。龙涎香、香草、象台、白麝香，它走的有一点西普调的那个风格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昨天有特别的认真看一下，读一下我们香水这本书。我在这一次对于沉香乌木，我有新的学习。它是把这个树皮割开，然后它需要跟这个霉菌有一些作用之后，对不对？然后。是不是？我真的是认真，一直在不断的，每一天都比昨天进步1%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下次讲座就让您自己讲。对，那龙涎香怎么来的？我跟各位讲，给你一个正确的说法。龙涎香呢是这个抹香鲸，那它在小肠里面分泌的保护液，为什么是保护液？因为这个保护液呢，他们因为在猎食嘛，它有时候会吃到一些。可能带有刺啦，骨头啦，因为它吃其他的鱼种。因为我补充一下，因为抹香鲸的其实主食是大王乌贼，它是在深海里。乌贼是。那它是地球上最大的软体生物，就是乌贼。是。所以因为乌贼最硬的是哪里？那个骨头啊，脊椎啊，不是嘴哦。对。所以它怕龙珠啊，我们因为龙珠啊。是。那它怕自己在肠道。被这个尖锐的这个嘴啊刺破啊，对，所以它会分泌这个保护液。你看生物真奇妙。那它这个排出来之后呢，它会在大海到我们可以在岸上接到它的时候，大概是20年之后了。那它跟空气接触氧化之后会变成灰色，本来是黑色的。所以这个龙涎香相对的珍贵。但是因为现在不能用动物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特别现在几乎也都是调合成的啦。这个又是我。新的学习，因为鲸鱼里面来讲，会越大的鲸鱼，它其实是滤食性的动物，它其实不是捕食的，它就过滤海水嘛。然后有那些藻类啊，是不是？磷虾是。那会产生这个只有2种，一个叫座头鲸，一个叫抹香鲸，一个叫座头鲸，其他都不会。哇，真是学识渊博不敢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讲一下这一个味道。来，那这个西西里岛特色就是什么 ？Bergamot 就是香柠檬跟柑橘，对吧？所以不要再这样叫佛手柑了。对，已经不叫佛手柑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带出来，这味道你就仿佛非常像是去意大利的南方。这个在不管是卡布里岛啦，南意大利，或者是西西里岛。这种科西嘉岛啦，对，就是带着这个干燥但是却凉意的海滩风情。那它的海滩都是白色的海滩，这个海岸线跟白沙滩
在这个岛上看起来特别的美丽。我觉得就是这个度假的味道在这里。然后它的皮革其实是不重，然后它的沉香木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定香用啦。那增加把原来版本那个非常纯粹夏天用的香水，变成一支可以在秋冬使用的香水。是，所以不是说秋冬一定要乌木啊、皮革啊，对，有没有藏红花？是，所以秋冬使用的话，其实也可以是一种果香调，但因为果香调是开头，如果你喜欢果香调的话，对，然后这支会非常适合，重点是它的售价极度便宜，是啊，极度便宜。那我请教一下，这一支的木质调比起上一支重多了，重多了，简直就是除了一开头有点似曾相识之外，其实它跟原始版本几乎是不同的香水，几乎是不同的香水。OK， 那上一支就是比较不这么强调它的乌木，它就是上一支根本没有留在它的柑橘，上一支没有乌木，上一支没有。OK， 所以这一支加了这个沉香乌木进去，对，然后皮革，对，但是它的沉香乌木却不重哦，哈，没有啦，它是拿来定香用，不是来让它当一个主调，对，不是让它当一个主调。OK， 不然来学姐要来喷一下，是，那这一支的味道，你看它在中段加了龙涎香，然后最后又是麝香，所以为什么我当时去年拍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学习那么多嘛，哈。而我就是很喜欢它这个后调，那我现在终于明白，因为它就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压在这边，这个龙涎香跟麝香，这个越晚越迷人呐，好，就是它会带出这个性感的味道，持香绝对是非常够看的，好，对，那你再多说一些。我觉得原始的版本可能是真的有某一个部分会跟阿文图斯致敬，但是这个新的版本，我可以说完全跟不会他已经走出自己的路，跟原来那个致敬也没有什么致敬了，对，也没有什么类似，他走出了他就是他一个是原创的，走出了自己的一个风格，对，不再活在人家的阴影之下，对，OK， 所以因为以前会有那个凤梨嘛，所以你一旦有凤梨，一闻到你就会觉得是，对不对？因为某牌的凤梨味实在是太过强烈，导致我们一闻到凤梨味都联想到那边去了，对，都联想到它。但是因为它的果香降低了一点，然后木质味提升很多，所以这个天气用刚刚好。是，而且它是这个可以爽喷的香水，因为120ml，对啊，120ml，对，可以尽情挥洒。那重点是它的持香又很好。这个香精，这是香精等级。是，我插话一下，我现在有点转到绿调了。我觉得如果你不看香料表，你会闻到有点绿调。那我觉得这个绿调是来自于它的苔藓，是不是？它刚刚是不是有那个苔藓在里面？因为浓度越高的香水它的层次啊，跟它转换就会越快，而且越大。是，OK， 好，那豪哥，你这一支前调到目前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跟穿着嘞？绝对的日常香啦，我可以说绝对日常香，就是你只要白天你想要去工作，这个秋冬如果好像气象预报明天就会比较冷一点了，你就可以让这支上，其实现在都可以。我觉得除了大热天不行，38度不行之外，其他时间都可以。对，而且万一你想不到什么场合要穿什么的时候，就这支拿起来就直接往身上喷就对了。是，而且我觉得这一支不管是夏天，我觉得秋冬也都还蛮合适的哦。其实我觉得它的主打是秋冬你反而是觉得是秋冬，因为它原版的话，真的是很夏天的香水，是，但是这个真的是很秋天了。OK， 好，因为秋天才会有加进这么多的木质调，让你觉得温暖嘛，是厚实温暖。而且我特别感觉它一直不断的在变化，在我们录影的过程当中。那又跟前调又有点不太相同哦。目前我闻到是有一点绿感，然后又好像进到了南洋热带的这个森林里面去。南洋热带的被植物包围的感觉，你去想象一下，这种倒不是，你是不是有点雨林的那种味道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它有这个苔藓在里面嘛。
而且以它的价钱，你真的可以随意喷洒，是啊，毫不心疼。它表现又非常好。对，绝对这个味道绝对是超过它价钱的、啊。OK， 好，那介不介意15下15下可以啊，来吧。我有点太多了啦，哎，但是我今天穿白的，便宜，不要因为便宜就对对对 ，OK， 好，我们前调就要到这，回头见，拜拜拜拜。好，香橼 Intense 香橼后调，来，它现在变得就真的是比较木质，就果香的部分开始慢慢下去了，啊，然后出来的是一个温暖的木质调，出来是一个温暖的木质调，然后。但是它的扩散还是非常的强，到现在没有消退的迹象，没有，又有人来了。那我讲一下我现在画面，好，我现在非常像，你有没有去过南洋之类的国家？新加坡、马来西亚有啊。对，然后不然是马来西亚，或者是印尼啦，或者是说这个一些比较。热带岛屿的国家，那晚餐通常有一餐呢，会在海边，然后烤肉。中华电信，您的网络在。那这个就非常像，你在晚上，然后烤肉有一个萤火，那太阳呢就在海面微微的已经降下来了。那整片天空呢是一片剩一半了，红红的，已经快下去了，红红的，整片云都红红的。那我又闻到了它的植物，棕榈树啦，或者是椰子树的这种树叶、树梗的这种味道，哦，那不管它是已经目前是绿绿的，或者是已经干掉了，哎，我觉得这种被植物包围的这个感觉，气氛非常好，就很像在这个。萤火之间晚餐，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，它不是个度假型香水，它还是一个所谓都会型香水，是吗？对，我觉得就是度假呢。这个度假，哎呀，特别我下次拿一点度假的香水来，特别它这个价格又让人家很度假。哦，对，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平易近人了。是，对你没有想到在这个价钱可以买到远远超乎这个价钱的味道。是，好，那换你目前现在味道怎么走？它现在真的是在身上就有微微的皮革啊，然后最主要还是木质调会在身上会比较重。那它的果香因为已经下降了嘛，对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，我觉得它已经不能称它为果香调的香水，它是一个东方木质调的香水。东方木质调。但我觉得这一支没有东方我觉得反而是，就是非常的，海边岛屿的味道，好吧？那我们让这个放在这里，让大家那个来试试看，来试香就对了。对，你愿意这一支放给大家试香？当然啦，哇，便宜的就拿出来啊！你怎么这么讲？对。但这一支帅哥来喷一下，这个味道便不便宜？这个味道便不便宜？便不便宜啊？这样问对啊，这是不是廉价的味道？来问他，叫他问他就知道。啊？当然，它本来就叫香橼 Intense， 厉害。OK， 一开始就炸出来了，炸出来了。对。我很喜欢它后调，真的是很舒服，它就是一个多面向的呈现啦。就前面很香橼、很果香，对，到中间就会开始慢慢进入木质，到后面就沉稳下来的时候，有一点点的香草，那有一点点的麝香，对，龙涎香，就让它整个香水就沉稳下来。它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这个海边摇椅烤肉的画面哦，你慢慢去想象，你躺在这个。摇椅上，你知道吗？它是用网子搭成了两棵树之间吊起来的，它叫什么？吊床。OK， 就在这边摇着，然后看着即将夕阳的天空跟海岸线这样子，白色的沙滩，就是非常的舒服。那你又闻得到植物树的味道，
就是一副就是度假的样子。但是这个可能男性喷真的，我觉得会更适合一点。男性喷哈，女性稍微 man 了一点，因为它的木质调还是比较重的。当然，如果你喜欢木质调，这一点点对你当然是不成任何问题。对，特别我觉得这一次的木质调表现其实还蛮出色的，又会让人家觉得带了一点温暖，被植物所包覆的。如果你在野外有个植披可以做一些保护的话，那你会心情就暖了起来。其实它会出这个版本，我想就是在现有的版本基础上，如果你只能买1、2支的情况下，这个就是秋冬使用，原版就是春夏使用，是非常好。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个味道的话，对。那我是觉得这一支一开头是春夏，再来是秋冬，对，后调是秋冬。转变非常快，对，转变非常快。你可以用一支香水走过一个四季。对，如果你有2支，基本上可以打1年了。是，如果你有原始版本，这2支，而且容量又大，我特别再介绍一下，它是 CP 值非常高的。OK， 好，就很多人买了 EDP 版本，是因为它是向某个凤梨致敬，那也许不像之后你就觉得非常失望。但是我个人建议你可以再试试这一支，因为保证跟你想的香水一定是不一样的。是，或者你有原始版本，你也可以再买这支，因为它几乎跟原始版本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香水，不是只是在浓度上加强。不是只是在浓度上加强。好，那又到了评分的时刻，来，豪哥，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调性？东方木质调。东方木质调 ，OK。现在这个木质调的那个温暖啦，就是那个感觉就会非常棒。那就是比较适合在现在这个天气，因为台湾今年天气也不正常，今年几乎没有冬天，对，要12月开冷气开到12月去了，对，但是我觉得它在晚上就气温下来的时候，它会非常适合，非常适合。我给它东方木质调，然后0到10。我给他9.4分，9.4，我给他9.4分 ，OK， 我给他9.5分，我更正好了，好，因为以味道来讲，它当然是没有办法跟那些大牌子昂贵的香水比，但是这个味道配上这个价钱，我觉得它的味道远远超过了它价钱是代表的这个价值，好 ，OK， 非常棒。如果你没有那么多预算的话，但是又想找一支非常好的香水，那我可以推荐这个，香源的 Intense， 是香源的 Intense。好，那我会把它定调在柑橘木质调，没听过这种组合吧？对，通常柑橘不会跟木质，还有差点渴死，对。但是这个绝对是我说的，我也不会唬烂你的。好，那这一支我真的非常的喜欢，从它的前调的表现一直到后调，就躺在这个摇摇椅上面。这种吊床上面，我足足给他这个场景还有画面就10分了。那我自己本身本来就很喜欢香源的第1版，那这一支再加上暖暖的木质调，我更加喜欢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支有10分。那有机会呢，你来试试看，看我们跟你分享的有没有很贴近，对，好不好？那谢谢豪哥，欢迎大家来现场，对，豪哥会留在这边给大家试一下，对，我们再带他去大航海一下。好不好？那就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